你知道吗？这世上有一本书，被骗子用了几千年，却从来没有被真正读懂过。它不是算命的工具，不是江湖术士的幌子，它是一部写给所有走过半生遍体鳞伤的人看的天机密码。孔子到了晚年，把它翻得围边三绝，串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一次又一次。这位千古圣人连连叹息，说如果早几十年读懂这本书，这辈子就能少犯太多太多的大错。连孔子都有这样的遗憾，你说这本书里究竟藏着什么？它就是《易经》。今天这40分钟，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阴阳爻辞，我只跟你讲3个卦：干卦、坤卦、乾卦。听懂了这3个卦，你就掌握了人生下半场趋吉避凶的核心密码，保你少走20年弯路。你回头看看自己这大半生，是不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一直在拉扯着你，拼尽全力去赚钱，最后却落得一身病痛，对朋友掏心掏肺，最后却换来无情的背叛。你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善良，你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这个宇宙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懂这个规律，你越努力，输得越惨。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易经第1卦，干卦，代表天，代表阳刚之气，代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就像一部完整的人生奋斗史，把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到权力顶峰的全过程写得清清楚楚。干卦有6个爻，从下到上代表了人生的6个关键阶段。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你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现在站在哪里。第1爻，初九，潜龙勿用。潜龙就是一条藏在深渊里的龙，它有冲天之志，却把所有的锋芒都收起来，静静地潜伏，积蓄力量。勿用，不是说你没用，而是告诉你现在不是你发力的时候。这对应的是我们人生中最初那段人微言轻的岁月。你刚进一个单位，或者刚起步做生意，这个时候你提出的方案在领导眼里是异想天开，你展现出来的才华在同事眼里是扎眼的钉子。你越急着表现，就越容易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出头鸟。这个阶段最高级的智慧不是去怨天尤人，而是像那条潜龙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向内求索上。读书，精进技能，默默观察身边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为人处事的，根基扎得够深，自然有一飞冲天的那一天。第2爻，九二，见龙在田，力见大人。你熬过了蛰伏期，才华藏不住了，就像龙终于浮出水面，出现在了田野之上。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找到贵人。易经说得明白，力见大人，要去主动靠近那些格局比你大、能力比你强的人。刘备如果没遇到诸葛亮，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卖草鞋的。你的贵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要带着你深思熟虑的方案，带着能为对方解决问题的诚意，主动走上去。第3爻，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你已经得到了赏识，站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这个位置不高不低，上面有领导盯着你，下面有同事嫉妒你，你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所以易经在这里警告你，白天要勤勤恳恳，晚上还要警惕反省，这样才能虽处险境，不犯大错。说白了就是4个字：夹尾巴做人。第4爻，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你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准备起跳了。这个或字用得极妙，意思是你有选择可以继续安稳待着，
也可以奋力一跃。这一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可能是跳槽去新平台，可能是拿出全部积蓄去创业。易经说，只要你前3个阶段的功夫都做足了，这一跃就无咎，不会有灾祸。这是在鼓励你准备充分的前提下，要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第5爻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古代九五至尊专指皇帝，在我们普通人的人生里，这就是你做到了行业顶级，拥有了名望和权力，身边围满了鲜花和掌声，什么都顺风顺水。但你知道吗？这个看起来最风光的阶段，恰恰是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你不妨回头想一想，那些在事业巅峰时风光无限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在步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深陷困塔？他们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却在拥有了一切的时候输得一无所有，这是为什么？答案就在干卦的最后一爻，也是老祖宗留给所有走过半生之人最严厉的一句警告。上九，亢龙有悔。亢就是飞得太高，冲得太猛的意思。一条龙如果只知道往上飞，不知道适可而止，最终一定会因为飞得太高而失去依托，摔得粉身碎骨，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后悔。这4个字揭示了宇宙间最冷酷的规律：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当你的事业和财富达到顶峰，下坡路其实就已经在前方等着你了。可是人性的弱点就在这里。当我们处于飞龙在天的状态，强烈的成就感和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所向披靡的错觉。我们往往会把时代的红利、运气的加持全部错误地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于是野心开始无限膨胀。明明现有的财富已经够全家衣食无忧过好几辈子了，但看着别人赚得更多，心里就不甘心。原本稳健经营的生意，偏要加上几倍的杠杆去跨界投资；原本可以急流勇退的位置，偏要为了更大的权力去参与更凶险的争斗。历史上因为不懂亢龙有悔而死无葬身之地的大人物，多得数不清秦朝宰相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6国，位极人臣。如果他懂得在巅峰时收手告老还乡，他将是千古名相。但秦始皇死后，他贪恋那高高在上的相位，舍不得放手，竟然和赵高同流合污，篡改遗诏。结果这条飞得过高的亢龙，最终被赵高陷害，落得腰斩于咸阳，满门抄斩的凄惨下场。他临行前对儿子说，真想再和你牵着黄狗去上蔡东门打猎啊，可惜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悔，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悔，把镜头拉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里。你想想，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商业巨头，有多少是因为不懂收手而倒下的？公司已经上市了，利润已经很可观了，但为了追求虚名，盲目举债扩张，涉足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结果市场环境一变，资金链瞬间断裂，不仅把前半生积攒的财富亏得一干二净，还背上了几辈子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那些到了本该安享天年的岁数，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昔日富豪，他们在深夜里品尝的，不正是亢龙有悔这4个字的苦涩吗？所以易经给我们的第一道保命法则就是知止。当你的财富和地位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追求那个100%的圆满。天道既满，十全十美在易经里是不存在的，一旦圆满，立刻就会走向残缺。这个时候
最高级的智慧不是继续冲锋陷阵，而是见好就收，把高风险的资产转化为安全的防御形态，守住那80%的胜利果实，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这才是人生游戏真正的赢家。明白了进退的规律，很多人确实做到了及时收手，把大量的现金和资产安安稳稳地存在了名下。他们以为只要不乱投资，这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即将面临一个比破产更可怕、更让人痛不欲生的劫难。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拆迁或者某种机遇突然暴富，或者买彩票中了大奖，可是不出3年，家里必定出大事，不是得了绝症，就是出了个沾染恶习的败家子，财富不仅没有带来幸福，反而成了催命的符咒。这究竟是为什么？要解开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财富诅咒，我们必须翻开《易经》的第2卦坤卦。坤卦代表地，代表承载。坤卦里有一句所有中国人都听过，但99%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的话：厚德载物。这4个字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号，而是宇宙间最冷酷、最精密的能量守恒定律。什么是物？物不仅仅是金钱，它还包括你的权利、你的名声。什么是德？德也不仅仅是做个好人，做点善事。在易经的维度里，德指的是你的认知格局，你的心胸容量，你承受压力的心力，以及你对这个社会贡献的真实价值。你的德行就像是一张承载万物的桌子，你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就是压在桌子上的重量。这张桌子能承受多大的重量，是有严格规律的。如果你这张桌子是用上等小叶紫檀做的，4条腿粗壮坚实，你在上面放1吨重的黄金，稳稳当当，这叫德配其位。但如果你的桌子只是用几块朽木拼凑起来的，认知格局极度狭隘，心胸里装的全是算计和贪婪，对社会也没有创造什么真正的价值。这个时候，老天爷突然给你降下一笔巨额的财富，把1吨重的黄金砸在你的朽木桌子上，结果会是什么？这张桌子瞬间就会被黄金压得粉碎，站在旁边的你和你的家人会被这坍塌下来的黄金活活砸死。这就是老祖宗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钱多了反而会生灾？因为在宇宙的底层逻辑里，能量必须守恒。当你获取了远远超出自身德行容量的财富，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平衡机制，用一种极其暴烈的方式把你多吃进去的能量给抽走。它会通过剥夺你的健康来平衡，让你患上无法治愈的重病。它会通过剥夺你的理智来平衡，让你突然迷上赌博或者被诈骗集团洗脑。它甚至会通过你最疼爱的亲人来平衡。这就引出了咱们为人父母者内心深处最深的焦虑。我们这大半辈子拼死拼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省下来的钱全款给孩子买房买车，给孩子留下几百万的存款。我们总以为这是最深沉的爱，有了这些钱，孩子这辈子就不会受我们当年受过的苦。可是你用坤卦的厚德载物去想一想，你给孩子留下了大量的物，但你给他培养了相匹配的德了吗？那些从小在无菌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没有感受过赚钱的艰辛，心里极其脆弱，格局极其狭小。他们那张人生的桌子是用玻璃做的。当你把一辈子积攒的财富突然交到他们手里，你哪里是在给他们留后路？你分明是在给他们递上一把杀人的刀。
他们驾驭不了这些财富，这些钱就会反噬他们，带他们走向堕落和毁灭。古人说，遗子黄金满柜，不如教子一经。如果孩子不具备相匹配的德行，这些财富就是他走向万劫不复的催命符。所以易经给我们的第2道法则就是厚其德，宜载其物。当你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每天要思考的绝对不是怎么赚更多的钱，而是怎么拼命加厚那张桌子的桌腿。你要去反馈社会，去扩大自己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你必须狠下心来，停止无底线的物质供给，逼着他们去吃苦，去经历挫折，去培养坚韧的品格和善良正直的内心。只有你和子孙的德行厚重到足以承载那些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才能真正变成你家族世代相传的福祉，而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学会了干卦的知进退，学会了坤卦的厚其德，按理说人生下半场应该稳如泰山了吧？如果你觉得做到这2点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你就太低估这个社会人性的险恶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攀比和嫉妒的社会网络中，当你事业有成，家底丰厚，就算你知道适可而止，就算你心怀善念，在别人眼里，你依然是一块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肥肉。东野圭吾说过，这世上最深不可测的，一是太阳，2是人心。有时候别人恨你，不需要你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你过得比他好。这种隐藏在暗处的嫉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毒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周围的人用嫉妒和仇恨的目光盯着你，你的财富和地位就处在一种极度危险的悬崖边缘。他们会在背后造谣中伤你，甚至联合起来把你拉下神坛。面对这种由人性阴暗面交织而成的天罗地网，我们难道只能束手就擒吗？易经在浩如烟海的64卦384爻中，几乎每一卦都有吉有凶，但唯独只有一个卦打破了这个规律，做到了真正的完美无缺。6爻皆吉，这个卦就是保全无数，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平安着陆的终极护身符。它就是易经第15卦乾卦。我们来深度拆解一下乾卦的卦象。乾卦上面是坤卦，代表大地，代表平原。乾卦下面是艮卦，代表高山。把高山放在大地之下，这就是地山乾。你闭上眼睛想象这个画面，一座巍峨雄壮、高耸入云的大山，本来应该是高高在上，受万物仰望的，但他甘愿低下头颅，把自己庞大坚硬的身躯深深地隐藏在平坦卑微的大地之下。表面看过去，那里只是一片平淡无奇的土地，谁也不知道，在那平凡的土地之下，竟然隐藏着一座足以撼动天地的巍峨巨峰。这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撼的隐忍，这又是多么深不可测的生存智慧。很多人对谦虚有着极大的误解，以为谦虚就是软弱，就是唯唯诺诺，就是没有本事的人在强者面前的摇尾乞怜。如果你也这么认为，那你就完全曲解了易经的智慧。易经里的谦绝对不是让你做一个任人欺凌的软蛋，真正的谦前提是你必须是一座山，你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厚的财富，然后你主动选择把这座山隐藏在平地之下。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略防御，是看透了人性本质之后的终极伪装。为什么老天爷如此偏爱谦虚的人？为什么乾卦能做到6爻皆吉？易经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老天爷的规律就是要把那些满出来的高高在上的东西给削平，去补贴那些低下的谦虚的东西。大地的规律是让高处的水流向低洼的地方，鬼神的规律是去降祸给那些骄傲自满的人，而把福报赐给那些谦卑内敛的人。人类社会的规律更是如此，所有人都厌恶狂妄自大，喜欢炫耀的人，而喜欢亲近谦虚、低调、温和、包容的人。当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把所有的财富和锋芒都深深隐藏起来，你就顺应了天道、地道、鬼神之道和人道，把自己置于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洼地。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嫉妒、仇恨和算计，就像是射向空中的利箭，因为找不到高高在上的靶子，最终只能无力地坠落。这就是牵挂能够抵御一切恶意，保全家族平安的底层逻辑。那么在真实而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牵挂的智慧？咱们大半辈子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好不容易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手里攒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个时候，人性的虚荣心往往会作祟。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晒自己新买的豪车，喜欢过年回老家的时候穿金戴银，喜欢在亲戚朋友聚会时高谈阔论自己今年利润有多丰厚。他们以为这样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能找回当年受过的委屈。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每一次的炫耀都是在给自己家族的防护罩上亲手凿出一个致命的缺口。当你在那些收入不如你的亲戚朋友面前展示财富，你收获的绝对不是真心的祝福，而是刺骨的嫉妒和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会开始盘算着怎么向你借钱，而这种借钱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如果你借了，你的财富就会被一点点蚕食；如果你不借，他们立刻就会在背后散播谣言，说你为富不仁，说你看不起穷亲戚，甚至会因为这份怨恨，在你遇到困难时落井下石。你的炫耀就是在主动吸引周围的恶狼，这是在逆天道而行，必将招来凶险。真正读懂了牵挂智慧的高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深知财不露白，富不还乡的残酷真理。当他们赚到了大钱，会立刻把自己隐藏起来，出门依然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开着最不起眼的车，在亲戚朋友面前绝口不提自己的利润和成就，反而主动抱怨现在的大环境有多不好，生意有多难做，自己面临着多大的压力和负债。这不是虚伪，这是在启动牵挂的防御结界。当你主动展现出自己的难处，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别人还卑微、还焦虑的位置上，别人原本准备射向你的嫉妒之箭，瞬间就会化为乌有。他们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平衡感，甚至反过来同情你，安慰你。你的财富在这种精心的伪装下得到了最安全的保护。你关起门来和家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在外面却披着一件普通人的外衣。这就是地山签的真实应用。你把那座金山完美地隐藏在了贫瘠的黄土之下，没有人能觊觎你的宝藏，这才是最高级的保命守财之术。在职场和商场的博弈中，牵挂的智慧同样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当你带领团队拿下了一个重大项目，当你在行业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时候你就是众矢之的。如果此时你沾沾自喜，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无可替代，你的上司会开始忌惮你，功高震主，
你的同事会因为嫉妒而联合起来孤立你，你的竞争对手会把你当成头号打击目标，你就成了那条不知进退的亢龙。而运用牵挂智慧的人，在取得巨大成功的那一刻，会立刻低下头颅。他们在所有公开场合把这份耀眼的功劳推给领导的英明决策，推给团队成员的辛勤付出，推给时代赋予的幸运机遇。他们会真诚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当你把荣耀和光环散发给周围所有人，你就化解了可能爆发的信任危机和嫉妒风暴。你的领导会觉得你懂得感恩且没有野心，从而更加信任你。你的团队会觉得你心胸宽广，从而更加死心塌地追随你。你虽然让出了表面的名声，却稳稳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和人心。这就是牵挂里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你越是谦卑，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就越是不可逾越。通过干卦、坤卦和牵卦的深度拆解，我们已经掌握了知进退以避灾，厚其德以守财，守谦卑以保命的三大人生下半场防身术。有了这三件法宝，你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可是这大半辈子走过来，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风顺水地积累下庞大的财富。相反，我们中的很多人此刻可能正处于人生的绝对低谷。也许你曾经辉煌过，但因为一次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也许你遭遇了最亲密合伙人的无情背叛，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也许你被突如其来的重病击倒，觉得未来一片灰暗。在这些让人绝望的至暗时刻，当所有的防御术都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从无尽的痛苦和内耗中解脱出来？易经这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有没有为我们这些深陷泥潭、伤痕累累的人留下一剂可以起死回生、治愈灵魂的终极解药？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我们要把对易经的理解拉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去触摸易经最核心的灵魂，去寻找化解大半生意难平的终极智慧。如果你正感到生活迷茫，内心痛苦，请紧紧跟随我的思路，因为这将是你重新站起来的契机。易这个字包含了三层最深刻的含义：简易、变易和不易。这三个词就像三把精密的钥匙，打开了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也解开了我们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我们平时总觉得世界太复杂，人际关系太难搞，生意太难做。但易经告诉我们第一条规律，简易宇宙间最高深的真理，往往是最简单、最质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大道至简。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贪婪和过度思考，把原本简单的生活搞得复杂无比。当你陷入绝境的时候，不要去寻求什么复杂的奇谋妙计，回归最简单的生活常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重身体，这就是最稳固的基本盘。而易经的第二层含义，变易，是整部书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解开内心痛苦的最强武器。变易告诉我们，这个宇宙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在变。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静止的，财富会聚散，权力会更迭，感情会淡漠，生命会衰老。阴极必生阳，阳极必生阴。太卦走到了尽头，
必然是否卦。否卦走到了极点，也必然迎来泰卦。这就是天地万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必然规律。我们之所以会感到那么痛苦，会整夜失眠焦虑，会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抑郁不振，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违背了变异的规律。我们妄图去抓住那些注定会流失的东西，我们执着于过去的辉煌，无法接受现在的落魄。我们执着于曾经的财富，无法面对现在的贫穷。我们执着于别人曾经的山盟海誓，无法释怀现在的背叛离去。我们用尽全身力气，试图让时间停留在我们最得意的那个瞬间。这就如同一个人站在浩浩荡荡的洪流面前，伸出双臂妄图阻挡江水奔流入海，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一定会被洪流冲刷得遍体鳞伤。当你真正读懂了变异，你就会迎来一次彻底的灵魂觉醒。你会明白，你曾经的破产，你遭遇的背叛，你失去的地位，这都不是老天爷在针对你，这只是你的人生卦象在进行一次必然的流转。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你的生命也必然会经历繁花似锦的夏天，也一定会迎来万物凋零的寒冬。如果你在人生的冬天里还非要穿着夏天的短袖去硬扛，还非要抱怨为什么没有温暖的阳光，那你只会在寒风中被活活冻死。易经告诉我们，面对命运的变量，面对人生的低谷，最高级的活法不是死磕，不是抱怨，而是顺应天时。当你的人生处于低谷期的时候，这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你，你的冬天到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四处借钱强行创业，不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试图翻盘，因为在冬天播种，种子只会被冻死在泥土里。你越瞎折腾，亏的就越惨。在人生的冬天里，易经教我们要懂得一个字，藏。就像在严寒中冬眠的动物，把自己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关掉亏损的店铺，切断无效的社交，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烂人烂事，把所有精力都收回到自己身上，去读书学习，去锻炼身体，去默默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技能。这不是懦弱，这不是认输，这是顺应天道规律的最高级的蛰伏。你在寒冬里的每一次隐忍，每一次学习，都是在为你生命中下一个春天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强大能量。只要你活着，只要你不被绝望彻底压垮，当易经的卦象再次流转，当你人生的春天重新到来，你积蓄的能量将会在瞬间爆发，带你重新站上人生的巅峰。最后，我们来看易经的第三层含义，不易。在万事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那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本身是不变的，因果循环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厚德必定载物，亢龙必然有悔。这些底层逻辑，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哪怕再过10000年，也绝对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在红尘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一个最坚实的精神寄托。只要我们敬畏这个不易的规律，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守着厚德载物、谦卑低调、知足知止的底线，我们就等于拿到了这个宇宙中最稳定的保险单。外界的风雨再大，经济的寒冬再冷，也无法动摇我们内心深处的安宁与从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天道的。
我们不再追求那种短暂而危险的抱负，不再渴望那种虚无缥缈的虚名，我们只求在规律的指引下，过好每一个当下的日子，护佑着家人平平安安。这大半辈子，我们为了碎银几两，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面子，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拼得头破血流，弄得满身伤痕。我们曾经狂妄过，曾经贪婪过，也曾经绝望过。今天，当我们在这深夜里静静地走完这段文字旅程，我希望你的内心能够得到一次真正的洗涤和疗愈，放下心里那些一直纠缠着你的执念吧。放过那个曾经背叛过你的合伙人，因为他的恶行自有天道的规律去惩罚他。放过那个曾经因为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的自己，因为那只是你生命卦象中一次必须经历的劫难。原谅这大半生所有的遗憾，原谅所有的不甘和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后半辈子，我们不再拿着拼杀的兵法去对抗这个世界。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名满天下，我们只求能够洞悉天地间进退盈亏的天机，顺应自然法则的流转，在繁华时懂得抽身而退，在低谷时懂得安静蛰伏，用一颗敬畏和谦卑的心去守护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福报和家庭。今晚这40分钟，我们从干卦的亢龙有悔讲到坤卦的厚德载物，从谦卦的终极防御讲到变易与不易的人生哲理。这不仅仅是在解读一本古书，这更是在为每一个生阅历丰富的人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深度按摩和重新洗牌。如果今晚的内容让你有所顿悟，让你心里那个一直解不开的疙瘩稍微松动了一点点，那么请你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顺应天机。这不仅是你对这部千古奇书的最高敬意，更是你给自己后半生定下的一个庄严承诺。当无数个愿意顺应天机、敬畏规律的灵魂在这个深夜里产生共鸣，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而平静的能量。长夜漫漫，我是你的讲述人。感谢你陪我走过这漫长而深刻的旅程。希望这部易经的智慧能化作你人生下半场最坚固的铠甲和最温暖的明灯。祝你今晚彻底卸下所有的防备和疲惫，心如止水，得一个最安宁、最深沉的好梦。我们下期再见。